有预言称2023年将不会再有人类出生，你知道吗？2022年9月，英国《太阳报》刊登了这则预言，而这句话出自世界上最有名的预言家盲眼龙婆巴巴万加。除此之外，他还预言2023年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过渡期，但2023年已经过去一大半了。可以确定的是，巴巴万加这些预言没什么可信度，但真的一点依据都没有吗？所以今天老黑就来跟大家讲讲，人类真的会遭遇危机吗？全程高能将会颠覆你的认知。首先，我们来说说人口问题。2022年，联合国发布过一份报告，报告显示，2020年到2021年，人口降低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地步，全球人口增长率甚至不到1%，成为了2战以来最低的一次。要知道，2战是人类历史上最恐怖的一次战争，是因为战斗伤亡，人口在降低。现在没有那么多伤亡的情况下，人口降低的却这么严重。而在全球中，有一些国家的人口降低尤为严重，比如韩国。早在2006年，牛津大学有一名叫做大卫·科尔曼教授对韩国人口进行了预测。他说，韩国就算不持续下跌，但如果一直是现在的出生率不变的话，韩国将会成为第一个自然消失在地球上的国家。而韩国为了呼吁大家多生孩子，在过去15年里已经投入225亿韩元了，也就是1.2亿人民币左右，但毫无效果。在2020年，人口还负增长了，也就是死的人比生的人多。为何社会进步了，人口却越来越少了？8只老鼠就预测到了人类的未来，你敢信吗？1947年，美国著名动物学家约翰·邦帕斯·卡尔霍恩教授打造了一个可以容纳5000只老鼠生存的立方体盒子，当做一个动物之城，并将城内分为了16个扇形区域，每个区域内都有足够的食物和水。然后他将8只老鼠随便投放到了盒子的不同区域，分为4公4母，看起来都是十分合适繁衍后代的搭配。一开始8只老鼠繁衍的十分顺利，平均每2个月数量就会成倍数增长，繁衍的速度也变得更快。在实验进行到1年后，盒子里的老鼠的数量已经达到了2000多只。可是约翰教授发现，盒子里的大部分公鼠都不再找雌鼠进行交配，弱小的公鼠除了吃就是睡，强壮的公鼠到处打架，脾气暴躁，不管是雌雄老少都攻击，然后导致雌鼠也互相攻击，幼鼠被遗弃或者被误伤而亡，老鼠的数量开始减少。第560天，鼠群生育率居然出现了负增长。第600天，鼠群以惊人的速度在缩减。第1588天，原本数千只的鼠群居然只剩下了27只。最后在第1700天的时候，盒子里的老鼠全部死亡。根据这个实验结果，约翰教授得出结论，就算没有灾难、战争、疾病、天敌等，老鼠终究会走向灭亡。这是因为当一个物种处在社交密度大的环境当中，虽然不会饿死，可是无法避免物种会变得自闭、暴躁，最后灭亡。这跟现在的人类社会十分相似。年轻人不愁吃穿，但没什么别的希望，所以选择了躺平，不愿生孩子，因此人口降低。你觉得这个实验结果正确吗？那么除了人口危机，2023年已经真实经历过的灾难又有哪些呢？2023年发生的灾难：一、日本核污水排入大海。8月24号，日本东京电力公司正式往太平洋倒入福岛核污水。据了解，2023年剩下的日子里，日本人还打算往大海里排放3次，每次倒入的量在7800吨左右，预计在17天内完成。虽然日本人宣称自家的核污水已经经过处理，但事实是里面仍含有大量的放射性物质。这些放射性物质流入大海，势必会污染水质、水生物，海洋生态系统将会受到影响，然后影响到人类，甚至整个地球。2、美国寒潮。今年2月份，美国遭遇了一场极其恐怖的寒潮天气。这场突如其来的寒潮导致美国东北部25万居民无电可用，超过6000多万的美国人受到寒潮的影响，有人甚至被活活冻死。除此之外，美国2200多次航班因为寒潮被取消，数千条公路无法通信等。而这次寒潮突然爆发的原因就是地球气候的变化，也就是全球变暖。南北极冰川因为全球变暖而融化，大量冰川融化导致进入大气层的水蒸气越来越多，降雪和冰雹更容易形成，于是超级寒潮就这样爆发了。3、加拿大山火。从2023年5月开始，加拿大境内出现了2000多起山火，全国800多万公顷的土地被山火覆盖，直到现在都没有完全扑灭。这场巨大的山火被称为加拿大40年以来最严重的一次。虽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，但比人员伤亡更可怕的是，这场山火已经往大气里排放了超过10亿万吨的二氧化碳，对气候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影响。而造成山火频发的也是因为气候的改变，全球气候变暖导致气温升高，高温环境下就容易出现山火。你还记得2023年发生了哪些灾难呢？我是老黑，你不知道的小知识都由我来告诉你，欢迎评论、私信轰炸，咱们下期再见。